大家都有过被 abandon 统治过的噩梦吧？无论是为了应付考试，还是提升英语水平，背单词总是英语学习路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。市面上呢也有很多背单词的 APP， 或许是因为受到传统编程思维的限制，这些应用大多数采用选择题或者是填空题的方式来测试。这种测试方法呢，就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会就会，不会就瞎猜的状态。每次打开这些 APP， 总感觉精神被掏空，结果就是下载、尝试、吃灰、卸载，这个循环都不知道经历过几次了。反思了之前的失败经历后，我发现学习的痛感往往是我们半途而废的罪魁祸首。那怎样才能让背单词变得不那么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让 AI 来当我们的英语老师。首先，我们要和传统的背单词做题考试 say goodbye， 不再需要死记硬背，也不用面对冷冰冰的试卷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聊天窗口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遇到不认识的单词的时候， AI 会像个耐心的朋友，循循善诱，引导我们理解和记忆。通过有趣的对话，不知不觉就能掌握那些曾经让我们头疼的单词。那怎么判断是否真正掌握了某个单词呢？这个任务也可以交给 AI， 它会根据我的实际表现来进行评估，而不是用刻板的题目来考验我。需求分析完毕，接下来就是准备开发了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也完全没有开发过小程序啊，直接上手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所以这次我选择用 Zion 这个平台来开发这个应用。为什么选择 Zion 呢？首先，它是一个无代码开发平台，不需要写代码，通过配置和拖放流程图就能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开发小程序。然后就是 Zion 自带了 GPT 大模型，支持在后端配置 AI Agent， 这正好满足了我们刚刚讨论的 AI 英语老师的需求。有了这些工具的帮助，我花了2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 AI 背单词小程序的开发。我们的小程序需要创建 AI Agent。先说下什么是 Agent。我们熟知的大语言模型，像 GPT 或者是 Llama， 它们能做的是根据输入的文本续写新的一段文本出来。而在大模型基础上构建出来的 Agent 呢，就不仅是耍嘴皮子了，每个 Agent 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，并且为了能够完成任务，它们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使用外部的工具，这就让 AI 具备了更强的实用性和灵活性。根据我们之前的需求分析，我设计了3个核心 Agent。主 Agent 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，负责整体的教学互动，他会根据学生的情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。然后我们还有2位助教 Agent， 一位是造句高手，专门为指定的单词创造生动有趣的例句；另一位则是词义解析专家，负责对特定单词进行详细的解释。利用 Zion 可以非常方便的创建 Agent。我们先来创建造句高手。首先是基础配置，我选择了 GPT-4 作为大模型，因为它指令跟随的比较好。 AI 创造性设置为 0.5， 这个数值在创意和可控性之间取得了平衡。由于这个 Agent 只负责造句，我们就将最大对话人数设为1。接着是入参配置，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参数，用来指定需要造句的单词。然后就是最关键的预置配置，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需要配置 Agent 要扮演什么角色，要处理什么任务，以及要遵守什么规则。这就像是给 AI 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工作说明书。配置完成后，我们可以在右边进行调试，输入 book， 点击开始对话。可以看到 Agent 为 book 这个单词造了3个巧妙的例句，既展示了 book 作为名词的用法，也体现了它作为动词的含义。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，我们还需要优化输出格式。原始输出是一段长文本，不利于程序处理，所以我们在输出配置中选择了自定义 JSON 格式，将3个例句分别设置给3个字段。配置好后，点击重新开始对话，看看效果。可以看到 Agent 这回用了漂亮的 JSON 格式，输出了3个例句。到这里，造句高手这个 Agent 就算是配置好了。接着是创建词义解析专家，这个 Agent 的任务稍微复杂一点，需要提供单词的多方面信息。在预置配置中，我们明确指出 Agent 的角色是词义解析专家，在任务详情部分告诉 Agent 我们需要获取一个单词的什么信息，比如说音标、词性、例句。然后在输出配置部分把这些信息点都对应到 JSON 对象的字段里面。配置好后，继续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，这位专家已经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解析一个单词了。最后，我们来创建核心的 AI 英语老师。这个 Agent 的配置方法与前2个类似，这次我们希望老师能够通过多轮对话帮助学生掌握单词，所以将最大对话人数设置为10。在预置配置中，我们定义了 Agent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循循善诱的英语老师，他的任务是帮我们掌握一个单词。
配置完成后，让我们来测试一下。我故意把 dog 说成是猫，老师认为我是错的，并且给了我一点小提示。在这么明显的提示下，我还是继续回答错误，老师也没有嫌弃我，还给了进一步的提示，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。他人还挺好。我们还可以为 Agent 配置外部工具，进一步增强功能。在工具配置栏中，可以为 Agent 添加多种类型的工具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将之前创建的造句专家作为工具，供英语老师 Agent 使用。添加工具时，我们可以为这个工具提供一些说明，这样可以帮助 Agent 更好地理解什么时候应该调用这个工具。设置好就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，英语老师会根据具体情况调用工具，并将工具产生的例句返回给用户。这种工具配置方法呢，就使 Agent 的功能更加强大和灵活。OK， 到这里3个 Agent 就创建完毕了。创建好的 Agent 在用户编辑界面那里简单设置一下，就可以集成到小程序里面了。整个设置可以不用写一行代码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当然 Zion 不仅可以做简单的配置，也可以适应非常复杂的业务逻辑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回答按钮，我配置了哪些条件分支。点击打开行为编辑器，可以看到一个看似简单的按钮，实际上背后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。另外，你还可以把一些复杂的业务逻辑配置到行为流里面。行为流里面甚至还能插入代码模块。反正丰俭由人嘛，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情况和开发者的水平做灵活的调整。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，就可以点击发布了。稍等一会儿就可以体验我们的 AI 版背单词小程序了。视频最后我再唠叨两句，这2年大模型风风火火，把大家的期待值都拉满了。但由于最近 OpenAI 有点拉垮，迟迟没有放出新大招，市面上就开始有一些悲观的声音。其实大可不必啊，即使超级智能不会出现，仅凭目前 AI 的能力，也已经足够重塑很多业态了。小到背单词，大到操作系统，都可以用 AI 重做一次。朋友们如果有好的 idea 的话呢，完全可以凭借 AI 的能力，再结合 Zion 这种门槛比较低的无代码开发平台，说不定就能化梦想为现实呢。OK，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